1984年的纽约，一个年轻人怀揣着电影梦，刚刚从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毕业。他叫李安，一个日后将2次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。但在当时，他手中只有一份获得了纽约州艺术理事会奖项的毕业作品，以及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导演梦。接下来的6年，是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蛰伏。他失业在家，包揽了所有家务，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全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林慧嘉一人支撑家庭。这6年里，他写下了好几个剧本，却屡屡碰壁。在邻居眼中，他或许是个吃软饭的家庭主妇；在亲友看来，他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。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甚至想放弃电影，去学电脑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，这位一路支持他的女性只是平静地说：“安，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。”这句话像一道光，瞬间穿透了李安内心所有的迷茫和自我怀疑。他心里的梦想是什么？那不是简单的功成名就，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关于人性、情感和故事的深刻洞察，一种必须通过影像才能表达出来的强烈冲动。这股力量就像一枚安装在他灵魂深处的内在指南针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现实如何残酷，他的指针始终坚定地朝向那个旁人无法理解的方向。他选择继续听从这枚指南针的指引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：推手、喜宴、卧虎藏龙、断背山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。李安用他那洞察人心的镜头，温柔而坚定地改变了世界电影的格局。李安的故事是理解 INFJ 人格最生动的范本。INFJ 这个被称为倡导者或咨询师的类型，是 MBTI 16型人格中最稀有的之一，仅占全球人口的 1% 至 3%。 他们就像李安一样，内心深处都装着这样一枚内在指南针，它既是天赋，也是宿命，既是力量的源泉，也是痛苦的根源。你是否也曾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，仿佛能一眼看穿他人的伪装，却没人能真正走进你的内心？你是否也对这个世界怀有深沉的爱与使命感，却常常因过度共情而耗尽心力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或许能让你找到回家的路。INFJ 的这枚指南针并非与生俱来就如此精准，它的形成更像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水滴石穿，带着几分被动和宿命感。想象一个孩子从小就对世界异常敏感，他好奇的不是天空为什么是蓝的，而是人为什么会悲伤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他能轻易捕捉到父母一个微蹙的眉头，能感受到同学一句无心之言背后的情绪暗流。这枚敏感的天线让他接收到远超同龄人的信息，内心世界因此变得无比丰盈。然而，这样的敏感在现实中往往得不到正向的回应。当他试图表达内心那些翻涌的复杂的感受时，换来的很可能是不解、忽视，甚至是批评。别想那么多，你这孩子就是太矫情。为了不给大人添麻烦，为了获得那份可贵的认可，他学会了把所有的话、所有的情绪活生生地吞下去，然后在心里默默消化。这个过程就是在淬炼他内在指南针的核心部件
内倾直觉 （Enlight）。他开始在脑海中构建庞大的思想宫殿，推演人性的种种可能，于纷繁的表象中看见未来的草蛇灰线。同时，为了更好的生存，他发展出了另一项能力——外倾情感 （FE）， 即对他人情绪和需求的精准感知。起初，这更像一种生存策略。他看到妈妈下班回家，一脸疲惫，他不会直接说“妈妈，你辛苦了”，而是悄悄倒好一杯水，把自己的玩具收拾整齐。这懂事的背后，藏着一个孩子最卑微的愿望：如果我乖一点，妈妈是不是就会更爱我？这个家会不会就少一些争吵？长此以往，压抑与内化让 INFJ 的内心成了一片深海，表面波澜不惊，海底却暗流涌动。你看到的平静，只是他们为了适应这个世界，给自己穿上的一层厚厚的保护色。这种不得不的成长模式，锻造了他们独特的内在指南针，也刻下了他们最初的伤痕。当这枚指南针被锻造而成，他便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为 INFJ 指引人生的方向。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：一、洞察的深度，一眼看穿灵魂的 X 光机，这是 INFJ 最令人惊叹的特质。他们就像一台人形 X 光机，能轻易穿透你精心修饰的言辞，得体的微笑，直抵你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感受。你可能只是一个眼神闪躲，一个微小的肢体动作，他们就能捕捉到你话语背后的潜台词和未尽之意。我有一位做 HR 的 INFJ 朋友，曾分享过一个故事。公司招聘一个关键岗位，几轮面试下来，所有面试官都对一位候选人赞不绝口，履历光鲜，逻辑清晰，表现得滴水不漏。但在最后的会议上，我的朋友却轻声说，他给我的感觉像一个包装过度的礼物，外面很华丽，但里面是不是空的？我有点怀疑。他的话起初并未被重视，但背景调查的结果却令人震惊。那位候选人在核心履历上严重造假。那一刻，同事们才明白，那不是怀疑，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直觉预警。这种洞察力让 INFJ 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格外通透，但也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，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别人刻意隐藏的、不愿面对的东西。2、利他的广度，刻在骨子里的摆渡人情节。INFJ 天生有一种帮助他人的使命感，渴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他们是绝佳的倾听者，能给出深刻而富有同情心的建议，常常成为朋友、家人乃至陌生人的情感垃圾桶。这种利他，有时甚至是不假思索的本能，就像很多 INFJ 都曾做过的那样，在滂沱大雨中，毫不犹豫地把唯一的雨伞递给一个更需要它的人，自己则淋着雨跑回家，坦然地接受一场感冒。他们不是不爱自己，而是内在指南针在那一刻清晰地告诉他们，这样做是对的。他们愿意为别人的痛苦买单，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只因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3、理想的高度，追寻意义的乌托邦建造者。在 INFJ 的内心深处，都有一张关于完美世界的蓝图，那里充满了爱、和谐、公平与正义。他们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，做任何事都执着于追问意义何在。选择一份工作，他们考量的不仅是薪水，更是这份工作能否帮助他人，能否创造价值。
他们无法忍受纯粹为了利益而进行的机械劳动，那会让他们感觉灵魂正在枯萎。这种对意义的执念，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显得有些不接地气，常常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感到痛苦和失落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很难放弃心中的乌托邦，那是他们一切行动的能量来源。天赋与诅咒往往是一体两面，这枚强大的内在指南针在未经校准之前也常常会失灵，给 INFJ 带来巨大的痛苦，让他们陷入一场无法幸免的内在风暴。痛哭一，感觉不被理解，活成了一座孤岛。这是 INFJ 最普遍也最深刻的痛。他们的思想太超前，情感太深邃，而这个世界似乎还没准备好去理解他们。当他们试图分享内心的星辰大海时，得到的往往是对方礼貌而疏离的微笑，或是你想太多了的轻描淡写。我曾与朋友们一同观看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，当看到女学生们被残忍蹂躏，其中一位在死前大口喘息的特写镜头时，我瞬间共情失控，发出了压抑的尖叫。朋友们被我吓坏了，赶紧关掉电视，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。不就是个电影吗？至于吗？我无法向他们解释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角色的痛苦，更是人性被践踏的巨大悲凉。这种鸡同鸭讲的无力感，这种灵魂深处的回响，得不到任何共鸣的悲哀，日积月累，便将 INFJ 彻底推向了一座孤岛。他们把自己包裹得更紧，在人群中笑得越灿烂，内心可能越荒凉。痛苦二，过度共情，耗尽心力的情绪海绵。INFJ 的共情能力就像一块巨大的情绪海绵，不加选择地吸收着周围人的喜怒哀乐。他们不仅是理解别人的感受，更是成为别人的感受。朋友失恋，他们可能比当事人哭得更伤心；同事被批评，他们会一整天都感到压抑和委屈。这种模糊的情绪边界，让他们常常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，哪些是他人的。长此以往，会导致严重的情绪耗竭，甚至替代性创伤。他们就像一个情感世界的重症监护室，永远在抢救别人，却常常把自己累倒在别人的情绪废墟里。痛苦三，完美主义，永不赦免的内在法官。INFJ 对自己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，他们追求完美，不仅对世界，更对自己。一点点小失误都会被内心那个严厉的法官无限放大，然后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。他们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不够有价值，不够值得被爱。这种永无止境的内耗，让他们无法真正的放松和接纳自己。他们渴望被世界温柔以待，却忘了，对自己最残酷的人恰恰是他们自己。如果说指南针的形成是被动的，那么它的校准与觉醒则是一个主动选择、充满力量的蜕变过程。当 INFJ 真正认识并接纳自己的独特，学会有效管理自己的天赋时，他们就能结束那场内在的风暴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觉醒不是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成为一个更真实、更完整、更有力量的自己。这个过程需要巨大的勇气。觉醒的起点往往是直面痛苦，
你需要勇敢地回顾那些导致你压抑和内耗的根源，处理那些未被疗愈的创伤。如果你的童年充满了争吵，你为了家庭和谐而扮演小大人，那么觉醒的第一步，就是承认那种压抑对你的伤害，允许自己去感受那些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愤怒、悲伤和恐惧，而不是继续扮演那个懂事的孩子。这个过程就像潜入灵魂的暗夜，虽然艰难，但只有穿越它，才能看到海底的珍珠。这是 INFJ 觉醒最关键的一步，你必须学会像保护国土一样，保护你的情绪边界。这意味着要学会清晰而坚定地说不，从小事开始练习。当你累了不想出门，就直接说抱歉，我今天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。当你感到被别人的负面情绪过度消耗时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不是我的情绪，我只是一个观察者。你要认识到，你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它无比宝贵，像管理金钱一样管理你的情感能量，把它投资在真正滋润你的人和事上，而不是无止境地消耗在那些让你枯萎的关系里。拒绝不是自私，而是对你自己生命能量的最高敬意。你的内倾直觉是你最强大的天赋，但你可能常常因为缺乏逻辑依据而怀疑它。觉醒意味着你要开始无条件地信任它，把它当作你人生的核心导航系统。准备一个直觉日记，当你突然有某种强烈的预感或洞察时，把它记下来，然后观察后来的发展，你会震惊于它的准确率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学会跟随内心的召唤，去追求那个让你热血沸腾的使命，而不是因为现实的阻碍或他人的不解而退缩。请记住，你的直觉就是你内在的李安，他知道通往宝藏的地图。觉醒后的 INFJ 不再是被动吸收他人痛苦的摆渡人，而是主动发光，照亮航道的灯塔。你的共情能力不再是消耗，而是赋能他人的工具。当你看到别人痛苦时，不再只是沉浸在我理解你的痛苦中无法自拔，而是思考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自己找到力量。利用你的洞察力去帮助别人看清他们的盲点，发现他们的潜力，像一位灵魂教练一样点燃他们内在的火焰，而不是替他们解决所有问题。你的价值不在于背负他人的十字架，而在于教会他们如何看懂自己的星空。当 INFJ 真正完成自我觉醒，校准好那枚内在指南针，他们就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孩子，而是真正站到舞台中央的预言家和变革者。他们能像李安一样，在所有人都在追逐潮流时，就已洞察到未来人性的走向，并为之进行宏大的战略布局。他们能成为最顶尖的灵魂疗愈师、生命教练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心中的症结，并温柔而坚定地引导对方走向光明。他们不再只是怀有崇高的理想，而是具备了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强大执行力，能够凝聚人心，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彻底摆脱了不被理解的孤独感，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接纳并理解了自己，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们的力量源于内在的坚定和对使命的深刻认知，即便独自前行，也能散发出引领众人的光芒。如果你是一个 INFJ， 请一定记住，
你的敏感不是脆弱，你的共情不是负担，你的理想主义更不是天真，它们是你内在指南针的组成部分，是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。这个世界或许喧嚣、复杂，甚至有些粗糙，但正因如此，才更需要你这样能够洞察本质、心怀悲悯，并敢于为理想行动的灵魂建筑师。别再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抱歉了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最温柔的提醒。在看得见的事物之外，还有更广阔、更深刻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去探索。现在，请安静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内心的那枚指南针正在指向何方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无论你是 INFJ， 还是你身边有这样一位特别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这片共鸣的场域里，不再感到孤独。